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在上个周末，我们用了2期视频，分析了《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存在的问题，也有很多网友在评论区分享了自己真诚和深刻的思考。当时我们就说到，这本书所强调的目的论其实是非常简单粗暴的，也可以说是一种低成本的心理安慰手段。之所以说低成本，是因为它不需要你考虑现实的政治、历史、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束缚，也不需要你去追溯个人的历史，分析原因，只需要一刀切地指出你的不幸是你自己造成的。但你可以从当下改写你的经验，就可以实现内在超越。这的确是一种简单快速的成长理论，但这种理论很容易构成对自己的暴政，而当它被用在别人身上时，就往往构成一种非常严厉的苛责。尤其值得思考的是，虽然作者岸见一郎称自己对阿德勒的思想爱不释手，但如果我们将他的书与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做对比，便很容易发现两者的思想相差甚远。阿德勒大量地探讨早期记忆、学校、父母、青春期是如何影响人的心智的，他分析了大量超出个体心理的现实问题，主张社会应当为个体创造更健康的成长条件，但从来没有主张一个人只凭借勇气就能超越一切创伤。我们知道，由于日本在近代对中国巨大的影响力，中国人所了解的启蒙思想和自由主义，很大程度上是从日本学来的，或者说经过了日本学者转述、加工和诠释的。而中国社会流行的心理学，也常常有日本式个人主义的痕迹，但这也可能使中国人对自由和独立有更深刻的误解。那么这期视频，我们继续来聊聊被讨厌的勇气的精神起源，以及日式个人主义是怎样影响中国的。在视频开始前再说一下，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那么继续说回今天的主题，我们说，许多西方的思想传到东方后，往往会经历很大的扭曲，甚至被解读出与原来思想截然相反的含义。很多人可能会归因于这些学者学问不精，没有用心学习。其实我觉得呢，思想交流和辩论的作用是有限的，任何哲学都不是纯理性的存在，而是有着情感的胚胎。一个人的哲学观点看似是理性思考的产物，但其实往往来自于他的情感结构和生命体验，尤其是他未能意识到和整合的那部分。很多哲学家一生的思考都是对自己早年体验的回想，只不过是用更复杂的语言和逻辑包装起来。比如福柯对规训权力的强烈批判，他对同性恋、医学和监狱的兴趣，以及对于真理、知识等概念的解构和怀疑，与他那个讲究纪律和控制的医生父亲有着深刻的关系。而如果一个人未能整合自己的情感和体验，即使他接触了某种非常新的思想，然而他的内在体验也会对这种思想进行折射、扭曲和再诠释。虽然他可能采用了新的话语，但内核可能还是没有改变的。比如有人接触存在主义，却只是加重了人生的无意义感，因为他本就长期体验着空虚的生活状态。再比如我们在这期视频里提到波尔布特年轻时来欧洲留学，结果变得更加魔怔。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总是能从西方哲学里解读出圣人主义的色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的成长环境确实是严厉的，是没有感受过人道和博爱精神的。因此，成长的关键不在于多读书，而是不断深入的自我探索。而理解和发现自己隐藏着的生命体验，往往是比抽象的哲学论辩更能引领一个人的成长和进步的。那么，在被讨厌的勇气的那些看似理性的思想背后，隐藏着作者哪些独特的生命体验和经历呢？其实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一直有一个感觉，就是虽然作者一直强调创伤并不存在，人凭借勇气一瞬间就可以超越创伤，但我总觉得这种看起来相当独立和严厉的思想背后，本身就隐藏着巨大的痛苦和创伤，还有很多类似的豪言壮语，比如自由就是被别人讨厌，人只要存在着就有价值。当我们仔细品味这些话，就会感到它并不是出于那种真正的自信和乐观，不如说有一种淡淡的绝望和忧伤。只要我们了解作者本人的经历，就很容易理解这一点。实际上，岸见一郎的人生不仅与自由相去甚远，
甚至是非常压抑和不幸的。在被讨厌的勇气里有这样一段对话，哲人说自己从小就和父亲关系不好，从未有过真正的对话和交流。20多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之后我与父亲的关系就更加恶化。青年问，您和父亲的关系为什么不好呢？哲人说，小时候经常被父亲殴打，只记得自己被打得逃到桌子底下，又被父亲拽出来狠狠打，并且这不是一次而是很多次。青年说，这就成了一种精神创伤。哲人拒绝承认这一点，他说，我之所以总是想到被父亲殴打的记忆，恰恰是由于我本来就不想和父亲搞好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搬出这部分被打的记忆，我就可以把自己人生的不顺利归咎于父亲，就可以报复我的父亲了。也正因为如此，只要我改变目的，那么我就可以修复我和父亲的关系了。青年还是不相信。哲人又说，这还是课题分离的问题，父亲可能都记不得自己打过我的事情了，但是当我下定修复和父亲关系的决心时，父亲拥有什么生活方式，他怎么看待我，都与我毫无关系。即使对方根本不想修复关系也无所谓，问题在于我有没有下定决心。人际关系之卡总是掌握在我的手里。其实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段话时，我感受到的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冷漠。这种看似冷静和理性的态度，背后却是深不可测的恐惧，那就是害怕面对自己真正的痛苦。它也是一种切断情感的防御机制，是一种逃避而非超越。而这也是作者岸见一郎本人的真实经历。1956年，岸见一郎出生于日本的京都，由于一些挫折，他直到31岁才完成博士课程，到40岁，他才有了第一份正式的工作。为什么他的人生开启得这么晚呢？因为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照顾父母身上，可以说他一辈子都生活在和父母的羁绊之中。根据公开的报道，在研究所工作期间，他的母亲因为中风而病倒，他每天有18个小时陪在母亲床边，这导致他的学业被耽误。在工作了3年后，由于过于劳累和压力太大，他不得不辞职，做一些强度更低的兼职，以及在家写书。51岁时，他患上了心肌梗塞，这迫使他必须在家静养，于是他有几年一直没能外出工作。后来，他感到自己终于可以外出工作了，父亲又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丧失了记忆力和生活自理能力，于是岸见一郎又开始照顾父亲，这一照顾就是10几年。在他的另一本书《跟阿德勒学习守护逐渐老去的父母》，他记录了大量照顾父亲的细节，比如每天为父亲做饭、清理马桶，除了睡觉时间，几乎终日陪在父亲身边。在这本书里，他说自己也经常回忆起小时候父亲毒打自己的经历，但他再次强调，自己并不是因为被打才讨厌父亲，而是因为自己本来不愿和父亲亲近，才把被打的事情做借口，时常回忆起被打的经历。他总结说，正是因为你不想和其他人来往，你才会认为世界是危险的，他人是敌人。他还认为，当子女和父母发生争吵时，父母总是很容易遗忘，这说明父母想和子女维持良好的关系，而子女总是耿耿于怀，有心理阴影，这说明子女本来就下定决心不与父母维持良好的关系，才从过去搜索可用的记忆，帮助他们下决心。那说到这里，我想我们其实也就理解了岸见一郎所说的勇气和自由是什么含义了。表面上他赞扬主观能动性，但这种能动性似乎仅仅体现在对传统权力结构的适应性上，它并没有指向任何有意义的反抗和反思，而不如说是对受害者的一种温和而高明的规训。为什么一个人不可以因为父亲对自己施暴而指责父亲呢？以及为什么修复和父亲的关系这件事是无条件的有价值呢？岸见一郎并没有质疑这些假设，反而用心理学的话语把这些父权制和儒家伦理给合理化了。也就是父亲如果打你，你不能指责，那是你内心深处的目的在报复父亲。父亲如果不改变，没关系，你可以通过课题分离掌握主动权。父母打你都是为你好，爸爸再不好也是你爸爸。这和礼记所讲的父母有过，下气一色，柔声以见。见若不入，
起敬起孝可以说是完全相通的。也就是父母就算有错，你也要温柔的劝谏，如果父母不听，你要加倍恭敬，在父母高兴时继续劝谏。总之，父母天然拥有免责权，而子女必须承担和解的责任。这个思路和作者认为领导即使下达了错误的指令，下属也要承担责任是一个道理。其实，一个人当然可以出于自由意志选择与父母和解，选择修复父母的关系。然而，当一个人还处在既定的伦理压力和社会文化的规训下时，他是不存在真正的自主选择可言的。如果他要试图自由的选择，那首先应该争取有拒绝修复和不原谅的自由。说到这里，我们其实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岸见一郎读了阿德勒或者柏拉图的著作读了那么多年，却提出了这样一种奇怪的哲学。要知道，他本人是专攻西方哲学史的博士，可以说一辈子都在阅读西方哲学和心理学。这并不是单纯的没学会的问题，这恰恰是因为他的创伤太深了。如果一个人没有真正触及自己深层的情感，没有真正被另一个灵魂所看见和听见，他做再多的阅读也只能停留在表层的理解上，甚至可能是用哲学打造了一套更加精致的防御。哲学和心理学的核心从来不只是知识系统，而是人的存在状态与生命体验。当然，这里并不是要苛责他，而只是尝试从他的生命体验来理解他的思想观点。事实上，正是由于他的一生太坎坷和不自由，所以《被讨厌的勇气》成为畅销书，可能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了被承认和看见的喜悦。2015年，他在接受朝鲜日报的采访时，批评日本媒体没有报道他的书在韩国成为畅销书的事实。这说明他并没有如他书中所说的只是享受当下，不在意他人的承认和评价。相反，他非常渴望他人的承认，不如说正是因为太渴望却长期得不到，他才发展出一种否认承认的价值，只靠勇气就能超越一切的心理防御机制。其实，在守护父母的那本书里，他也说到，自己当年正想好好工作，却恰好赶上父亲生病，自己也觉得照顾父亲非常痛苦，但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自己不得不牺牲自己，学着守护父亲，和父亲构建良好的关系。如果按照他在《被讨厌的勇气》里面的逻辑，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天经地义，人的所有困境都是自己选择的，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得不去做的。当你用天经地义来说服自己不得不去照顾父亲时，其实就已经在逃避自己的责任了。他的思想和生活之间的这种巨大的不自洽，其实是一种妥协的产物。他的人生现实是被家庭义务、孝道的观念以及病痛和孤独所笼罩的。他长期缺乏外部承认，也长期压抑自己的情感需求。为了补偿这种缺憾，他发展出这样一套逻辑：虽然我没有过上真正自由的生活，但我可以告诉别人，自由就是不在乎别人的评价，可以凭勇气选择超越一切创伤。但这不过是他在长期无力挣脱孝道和创伤枷锁之后，为了保有一点心理主权而构建出的神话故事。而这其实也是中国或日本式的个人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比如不断地强调你要接纳自己是个普通人啊，要活在当下，不要纠结过去，要学会课题分离，不要在意他人评价，不要自我意识过剩等等。这些话语听起来都在叫人自由和强大，其实都只是用一套心理学的话术来合理化自己所遭受的冷漠、疏离和孤独，是在教育你不要再期待被爱。这种东亚的个人主义是完全没有西方个人主义的那种宏大、普遍和超越性的精神气质的。比如在卢梭那里，自我是自然状态中的人，是社会腐化之前的纯真主体；在康德那里，自我是理性的立法者，是道德律令的来源；在尼采那里，自我是对命运的反抗，是价值的重新创造者。总之，西方语境下的自我有一种向外扩张的力量，是要撞击世界，创造意义，改变命运的存在。而在中国或者日本的这种个人主义里，人的自我不如说是一个需要被藏匿、安抚和溶解的东西，它似乎是一个让当事人莫名其妙就陷入不幸的麻烦制造者，一个不断假装有创伤来逃避责任的黑箱，而不是需要被理解、同情和发展的人格结构。今天就先聊到这吧，
下期节目我们会继续探讨这个话题。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